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聊点最近让全国人民都心潮澎湃的大事，咱们的抗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哎呀，说起这个，我估计屏幕前的同胞们跟我一样，那小心脏早就扑通扑通的等不及了，对不对？这都进入倒计时了，一想到9月3号那天，咱们自己的子弟兵迈着那叫一个整齐的步伐走过天安门，一想到咱们最新最牛的那些大国重器一排排的驶过长安街，再一想到咱们的战斗机，那歼20、运20啥的，组成各种漂亮的队形，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我的天哪！光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都激动的不行啊！这叫什么？这叫国威，这叫军威，这叫咱们中国人的牌面。全国上下谁不是掰着手指头在盼这一天啊？可就在这么个全民期盼、喜气洋洋的节骨眼上，出了一件特别让人添堵的事儿。北京，咱们的首都，出了2条行政处罚公告。乍一看，你可能觉得，嘿，不就是个处罚公告吗？有啥大不了的？可是你仔细一看这内容好家伙，这个火一下子就窜上来了。说是在北京一个军用机场附近有2个哥们儿操控着无人机，对着咱们正在天上训练、准备参加阅兵的军用飞机，咔咔一顿乱拍，最后被咱们的国家安全机关给抓了个正着。按理说这事儿抓得好，抓得对，对吧？可怪就怪在这个事儿一上网，居然还有不少人替这俩作死的家伙喊冤，说什么的都有。哎呀，不就是拍个飞机嘛，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吗？还有的说拍2张照片怎么就危害国家安全了？太小题大做了吧！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的天哪，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的脑子里缺根弦呢？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事儿好好的掰扯掰扯，这到底是小题大做，还是有些人真的不知死活？这看似普通的拍着玩，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大的雷？这个事儿是发生在8月底，你想想那个时间点，所有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是在进行最后的冲刺训练，对吧？尤其是空军各种新型战机在北京周边的军用机场频繁起降，合练编队，那场面说实话确实是壮观确实是吸引眼球。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吸引眼球上了。从8月25号开始，咱们国家安全机关那个12339的举报热线就接二连三的接到了北京市民的电话。老百姓说了，喂，国安局吗？我们家附近那个机场最近老有那种小无人机在天上飞，飞得还挺低，鬼鬼祟祟的，好像在偷拍咱们的飞机。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接到举报，这工作人员那能怠慢吗？立马就行动起来了。现在都是高科技了，通过技术手段追踪无人机的飞行轨迹，再结合机场周边的监控录像一对比，没费多大劲就把2个嫌疑人给锁定了。这俩人是谁呢？一个姓赵，自称是军事爱好者，另一个姓杨，是个职业的无人机飞手。国安人员一上门把他们拍的东西一查，好家伙，证据确凿这俩人也承认了，说听说这次阅兵训练有好多新飞机，以前没见过的那种。这脑子一热就想着，咱们得去拍点独家画面发在网上那得多牛多有面子就为了这点可笑的虚荣心从8月25号到28号短短的4天时间，他们俩就跟上班打卡似的天天操纵着无人机一次又一次的闯过军事禁区，累计在天上飞了超过半个小时，拍了一大堆咱们战机起飞、降落、空中编队的高清视频和照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人被抓了，无人机设备被暂扣，还被罚了一大笔钱。顺便说一句那位第一时间打电话举报的热心市民还拿到了国家发的5000块钱现金奖励。这就叫守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也人人有赏。但是嘛，这事儿到这就完了吗？远远没有这个案子它就像是撕开了一个口子，让我们看见了在国家安全这张大网上一个平时特别容易被咱们普通人忽视的巨大漏洞。那就是不是只有电影里那种西装革履拿着密码箱的间谍才会危害国家安全，咱们身边这种看似无心的偷拍，一个不留神就可能成为捅向国家心脏的一把刀子。好了，现在咱们就来聊聊最核心的问题。为啥说这个事儿绝对不是小题大做？
首先嘛，从这个法律层面讲，这两个人的行为啊，根本不是什么拍着玩，而是花式违法，是踩着法律的红线在跳舞。第一条，他们违反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这名字听着长啊，其实内容很简单，核心就是规定了哪儿能飞，哪儿不能飞。军事管理区、机场附近，那就是板上钉钉的禁飞区。你敢把这个无人机飞进去啊，那就是违法了。这就跟你开车不能闯红灯一个道理，这是最基本的规矩。这第二条也是最严重的一条，他们可能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你没听错哦，反间谍法这部法律啊，写的是清清楚楚啊，任何组织和个人啊，不得通过电子设备窃取国家秘密。无人机带着高清摄影机在军事禁区里对着咱们的国防装备拍，这不是窃取是什么呢？如果情节特别严重，那就要追究刑事责任，是要坐牢的。所以你看，这俩人是多重违法叠加啊，这还能叫小事一桩吗？再说了，现在的无人机那镜头是高清的吓人啊，几百米高空拍下来，地上的车牌号都是看得清清楚楚啊，你管这叫拍着玩？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啊，就在前2年，2023年，咱们国家有个军工企业的员工姓魏，他也是觉得好玩啊，把自己单位的一个涉密设备的照片发到了一个军事论坛上，想炫耀一下。结果呢，马上就被境外的间谍给盯上了。那个间谍啊，伪装成一个跟他一样的军事爱好者，天天跟他套近乎啊，夸他捧他，最后啊，一步步的把他拉下水，让他提供了大量的绝密情报。这位魏某的最终下场是什么呢？无期徒刑，一辈子就毁了。一张照片啊，就能毁掉一个人，甚至威胁到一个国家的安全。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回到这次的事件，赵某和杨某拍的这些战机画面，一旦流出去啊，落到国外那些专业的情报分析人员手里，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人家能干嘛？人家能通过你拍的画面放大分析，准确的判断咱们战机的具体型号，挂载了什么武器，表面的涂层有什么讲究。人家能通过你拍的飞机编队模式，分析出我们的战术思想和训练水平。更可怕的是啊，人家还能根据视频里飞机后面的背景啊，比如什么山脉的轮廓、远处的建筑物，通过卫星地图一对比，精确的计算出这个军用机场跑道的长度、宽度、朝向，甚至能分析出机场周边的防空导弹、雷达阵地部署在哪。你拍的每张照片、每一个视频片段在人家眼里啊，都是一块情报的拼图。等他们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拼图拼在一起，拼出来是什么？就是一张能用来对我们进行精准打击的军事地图。到时候人家可能都不需要派间谍过来啊，光靠着网上这些像赵某、杨某一样脑子一热拍下来的视频就能把我们的家底摸个一清二楚。现在你还觉得这只是拍个飞机这么简单吗？每一次未经许可的拍摄都可能会变成一支射向我们自己的暗箭。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你说这些我都懂了，可是国家三令五申不让拍，这俩人咋还敢顶风作案呢？他们俩被抓之后还狡辩说不知道这里不能拍，这说法能信吗？问得好，这就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层面了，个人的保密意识和管理的漏洞。首先说他们不知道，这纯属是睁眼睛说瞎话，是骗鬼呢。为了保障这次阅兵训练的绝对安全北京市政府早就发了公告，早在7月份，东城、西城、朝阳这些核心区就全面禁飞了。到了8月底也就是他们作案那几天，连这个大兴、顺义这些郊区也都划入了临时禁飞区。不光是发公告机场周边敏感路段都立着那种特别醒目的禁飞警示牌。再说了，现在是信息时代各大新闻网站了、手机 app 了，天天都在推送阅兵期间的禁飞通知。你只要稍微上点心看一眼这手机，就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说白了根本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了也没当回事儿。在他们心里，满足自己那点拍独家画面去炫耀的虚荣心比什么国家安全、法律法规都重要。这就是典型的保密意识极度薄弱，是和平年代里得的一种麻痹症。除了个人意识的问题无人机管理的技术漏洞也确实给了他们可乘之机。现在很多玩无人机的人都特别依赖手机 app 里的地图导航， app 上显示哪儿是禁飞区他们就不去，
可是问题是啊，艾普地图的更新它是有延迟的呀，特别是像阅兵训练这种啊，它是临时划定的高度机密的禁飞管制区，艾普地图上根本不可能及时给你标出来啊，这就造成了一个危险的局面。法律和规定已经禁止了，但是技术防控手段没跟上，这个时候啊，靠的就是每个飞手心里那根弦了。结果呢，赵某和杨某心里就没这根弦，个人意识和技术防控这两道闸门同时失效，那出事儿是早晚的事儿啊。那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去年2024年，有个网友啊，也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咱们战机训练的短视频，还特意附带了地理位置标签，想显摆一下。结果呢，视频本身拍的模模糊糊，啥也看不清，但那个定位信息啊，被境外的情报机构给截获了，人家顺藤摸瓜就把咱们一个重要的训练基地的大致位置啊给分析出来了。最后这个网友也是被依法处理了。还有些人啊，有个特别糊涂的想法啊，说阅兵不就是办给全国人民看的吗？哎，我提前拍点花絮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朋友，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阅兵仪式啊，是国家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形式，主动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国威军威，这叫展示。而训练期间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编队的磨合，甚至哪架飞机出了点小故障，这些都涉及到我们军队的真实战备水平和应急能力，这叫军事机密。这两者可是有着天壤之别啊，绝对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啊，赵某和杨某这个案子就是活生生的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在国家安全面前啊，没有小事儿，没有差不多，更没有拍着玩，只有零容忍。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啊，国家安全啊，从来就不是一个遥远空洞的词儿，它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当你在网上再看到有人替这种违规偷拍的行为喊冤洗地的时候啊，希望你能多一份清醒，理直气壮的告诉他，这可不是小事啊，这是在危害我们所有人的安全。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举动啊，其实都是在为我们国家的安全大厦添砖加瓦。毕竟啊，守护国家安全啊，说到底就是在守护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守护我们孩子的美好未来，守护我们这个伟大祖国的繁荣和强大。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